你对我真的越来越冷淡了，感觉我在你的生活中根本就是可有可无。我有我对你表达爱意的方式，可你却总是不领情。两个人在一起，促进彼此变得更好，难道不是最好的爱情吗？你总拿自己是初恋这件事儿来道德绑架我，什么事都让我包容你，从来没在乎过我的感受。我在这段恋爱中已经付出很多了，可你却总是视而不见。如果你还是这么固执己见，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再继续走下去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杨23岁，来自河北，业务员，有请。小珍23岁，来自河北，艺术老师，有请。欢迎两位啊！今天是男生来诉苦，是吧？对，很少见说男生说我的女朋友对我那么不好，像个女生一样，是吧？你今天就来控诉的，对吧？对，但是我感觉控诉也不是像女生一样嘛，正常男生也有控诉，对吧？对对对，也应该有权利，男人也可以控诉。是在网上认识的，对不对？对，我们俩是通过网上认识的，啊、经常聊天，然后我就感觉他比较符合我找女朋友的标准。我之前喜欢他是因为他独立有上进心，但是他现在太独立了，我给他发微信或者打电话，不是告诉我在忙，就是不回复我。我就觉得他太粘人了，他时时刻刻给我发微信。我觉得恋爱不是生活中的全部，我需要我的生活充满着丰富多彩啊！恋爱生活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也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吧？你不可能只在乎你自己的感受，忽略我的感受，对吧？我没有习惯说是天天抱着手机，我没有这个习惯。平时的时候，我跟同学朋友也是很少说拿手机，我时时刻刻盯着。所以我看到微信就及时给你回了，我没有说是不回你微信，是你自己太粘人，是你自己想多了。主持人，你知道吗？他现在说特别的奇怪，他现在要求我每天练字帖，然后我在公司忙完之后，不管什么时候，每天必须得用手机给他拍一张照片。这个恰恰我觉得是爱。我来问吧，我觉得这个，姑娘，我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啊，就是除了不回微信这件事儿，你们俩现在会经常约会去看电影吗？去游乐场吗？去做一些什么吗？没有，我不喜欢和他一起看电影。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看电影，我觉得电影是展现生活的一个艺术方式。因为我是艺术生嘛，所以我比较喜欢这种欣赏艺术的这种。但是搞艺术的人不也得恋爱吗？为什么不喜欢跟男朋友一起去看电影呢？因为跟他去看电影，他打扰我去欣赏这个艺术，他每次都腻腻歪歪的，不是要搂我就要抱我，我觉得特别影响我看电影。主持人，我在这儿我能说一下吗？你能说能说。我根本就没有搂他，我只是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他马上就把我的手推开，然后不是你看个电影，影，你把手搭人肩膀上干什么？累了的话搭在肩膀上或者搭在后边的座椅上，不也是正常的吗？那现在看电影就是你自己看？对，我喜欢自己一个人看电影。那你呢？我肯定不喜欢自己一人看电影，我要是自己喜欢一个人看电影，不是你约他看呢？我约他看，他看不到一起去，他他总爱看那些贺岁片呀，要不然就是爱情片呀。我喜欢看纪录片和文艺片。那就都看呗。我可以谦让他，但是他不能谦让我啊。他不是不谦让你，他是讨厌跟你一起去。你迁就人家，人家不也烦着带你去吗？行了，我知道。他迁就我也是浪费他自己时间，也是浪费我时间。我觉得不要浪费时间。好，这事儿我知道就行。主持人，你知道吗？他现在特别的奇怪啊，就是他自称说要对自己军事化管理，每天早睡早起，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也就算了，他还严格要求我。我只是希望他生活的健康一点。他也不管我前一天是加班熬夜到几点，第二天准时给我打电话。我感觉有了他，我闹钟都不需要了。他几点打电话呀？5点左右。早上5点。对，本来昨天我就熬夜加班，今天早上你让我去晨练，你是真为我健康着想，还是害我？我个人觉得这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必须锻炼身体，而且现在刚20出头。30岁之前把身体锻炼好之后，30岁之后病才少。我个人也有这个晨练的习惯，所以我希望5点我叫他起床，一是因为他8点就上班了，再加上他回去换衣服、洗澡、吃早饭，在路上的时间，那只能5点起床。我前一天晚上那么累，第二天让我去晨练，我就不去不可以吗？我又没让你跑马拉松，怎么不顾及你的感受？跑20分钟的步还不行？
我就不想起床，行吗？我能正常上下点。那你就是想赖床呗，你就想好吃懒做呗。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管理方式？早起我们知道了，还有吗？还有就是我们两个相处这么久，吃饭也吃不到一起去。有一次我们两个出去吃饭，我点的一些饭菜，然后都已经上桌了。这个时候他从包里拿出了一份便当，他说他只吃他自己做的这份，说我点的这些里面又是多加糖又是多加盐，吃着不健康。这个我解释一下啊，他平时吃东西都是什么火锅、奶茶、膨化食品、油炸食品啊，跟我的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些东西，什么烧烤什么东西，对身体特别不好。你点外卖吗，姑娘？我不点外卖，我从来不点。在外面就餐吗？在外面就餐的话，就是自己带，或者是回家再吃。哦，就是我要说咱们一起去吃个饭，你会带便当，要不然你不吃回家再吃，是这意思？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大家如果一起去吃饭的话，你们点你们就行了，我挑我自己能吃的吃就可以了。哦，对，然后所以你们俩也很少一起出去吃饭。对，他不吃也就算了，他还恶心我。他说吃这个东西吃多了话，又得高血脂，又得高血压什么的。我说你不吃的话，能不能别恶心我？我就是不想让你吃那些垃圾食品才恶心你的，好不好？你都一点也不理解我，我真是受不了你了。那你能说你具体为我做过哪些事吗？你总说你对我怎么好。我为了他放弃了挺多的，其实比如说就是兴趣爱好来讲，我个人特别喜欢打羽毛球，至少每个星期要打2、3次吧。跟他在一起半年多了，一次也没有陪我打过，因为他喜欢打篮球，然后我就去陪他打篮球。我跟他说过，我说咱们有机会去打羽毛球吧，他嘴上特别敷衍说行，然后结果一次没有带我去过。我本身我就不喜欢打羽毛球。主持人，我跟你说，我为他还放弃了很多兼职，那3份兼职吧，薪水都很不错。然后他说我没有时间陪他，那怎么办呀？那我只能把兼职推了。他完全不看在眼里，还说我不花时间陪他。你总说你怎么陪我，那为什么我好不容易休息，我说咱们出去逛街或者是什么嘛？他说不去，他说他在忙照顾乌龟。我说乌龟还用照顾吗？它是我的一个宠物，那乌龟需要喂食，我需要照顾它，你需要喂食吗？我需要天天给你喂食吗？喂食可以啊，但是我没见过谁喂乌龟是一颗一颗喂的。因为他，而且你还拉着我一起跟你一起，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分享的事情。咱俩在一起不能总去打篮球吧？带你看看我喜欢的东西，带你看我喜欢的宠物，不可以？分享没有错呀，但是咱们两个能不能别走极端的那一步啊？我好一点也不觉得是你就陪我喂了。我拦一句啊，你们以前谈过恋爱吗？没有，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初恋啊？所以我对他抱有特别好的那种期许幻想，然后他一点都没有做到，我觉得特别失望。你看主持人他就是这样，他经常就是拿他是初恋来道德绑架我，就是他犯什么错让我包容他，说他因为是初恋没有经验，然后我如果犯错了他就不依不饶。好，那你都犯过哪些错在他的眼里？我就有一次，而且他每次吵架他总把这件事拿出来反复说，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嘛，他做了一个恋爱卡。我感觉这个事说起恋爱卡我特别生气。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做了一个恋爱卡，因为我没谈过恋爱，我不知道这恋爱怎么谈。但是我的闺蜜和朋友的话呢，小女生嘛都喜欢做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然后可以以后一起回忆的东西。然后我就做个简单一点的吧，然后做了一个恋爱卡，我给她了一张，给我了一张我说你想我的时候咱们打勾，或者是做一些标记，是吧？记录一下当时自己的心情。2个月之后，我的恋爱卡记得密密麻麻满满的。他恋爱卡就打了3勾，就3个对勾，我当时特别生气，我立刻就把恋爱卡撕了，我当时都不理他了。你没感觉这件事儿特别的幼稚吗？那你觉得啥事儿不幼稚啊？谈恋爱不应该有点形式感的东西吗？我的生活需要充实，需要有提高生活质量。行，你这个放着人都不去好好爱，天天在那儿打卡有什么意思？除了这个恋爱卡之外，他还有什么所谓形式感的要求吗？有一次我俩约定好恋爱100天去看海，然后他当时特别痛快就答应了，他挺高兴啊，我也挺高兴。当时我就记下来了这个什么日子，我就准备好。当天的时候起了个大早，然后收拾好行李，帮他带了很多吃的呀，一起玩的东西啥的。我就找他，然后他打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后来下午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在睡觉，他说他忘了，他把这个事情完全的忘了。
什么行程他都没有安排，我当时特别生气。我觉得这件事情反映他一点也不在乎我。我把这件事忘了，不是因为前一天加班手机没有电了，然后我回家睡觉，第二天早上闹铃也没起，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这个事情又不是临时决定的，你忘哪儿去啊？而且你是觉得工作比我重要，你加班是比我重要是吗？你能不能别把你跟工作总是混为一谈？心里有他吗，小子？我肯定有他，有他怎么会忘记第二天要跟他一起去看海呢？这搁所有的常人，这都不是个理由啊！咱俩是好朋友，约好的一起出去旅行。你说我加了一宿班，我去不了，至少应该打一个电话，尊重该有吧？对，你是既不尊重也不爱呀。但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啊！你变化什么了？什么变了？是公司派你出差了吗？不是，就加了个班，加到几点请来？加到凌晨。凌晨几点？凌晨3点。加完班之后我就回家睡觉了，因为我太累了，手机我都没来得及看。有多累啊？就是什么都。所以你这身体不行啊，熬到凌晨3点，第二天出去玩你都玩不动了，你还有借口和理由吗？还有更过分的，主持人，就是有一次我过生日，送了一个挺好看的一个项链，我当时特别感动，因为他从来没有送过我礼物，也是我这人生中第一次谈恋爱，第一次送我礼物，反正我就特别开心吧。他多了一句嘴，他就是说啊，他前女友教过他送什么礼物女孩子喜欢。我当时特别生气，咱俩谈恋爱跟你前女友有啥关系啊？没有关系啊，是你认为有关系啊。当时只不过咱们俩在闲聊，我就顺嘴说了一句，我说之前前女友跟我说过，说女生比较喜欢项链嘛。你前女友对你说的话还记到现在？不是我记到现在，如果以后你跟我说的话，我也还会记得。我现在20多岁，我没到那种别人说过的话我转头就忘记的地步吧。我的恋爱观就是2个人谈恋爱，不允许有第3个人插进来。你们俩不是做辩论，哪那么多关来关去的呀？你们俩哪相爱了呀？你喜欢他什么？因为刚开始他追我的时候，因为我没有谈过恋爱嘛，也没人追过我，我觉得可以试一下。你试以后觉得咋样啊？反正他身上有挺多毛病，我受不了，我接受不了。OK 啊，好吗？女生现在还一直在做兼职工作是吧？对。你在职业规划上有规划吗？有规划，我希望跟他在一个城市，然后找一个长期的全职的工作。他说他要跟我去看家长，然后谈以后。我感觉我们2个才相处了半年而已，而且我俩之间现在也特别有距离感。有一次跟我朋友出去逛街，因为你说你口渴了嘛，我就买了2杯水，一杯给我朋友，给咱俩买了1杯。当时我就抿了一小口，然后我递给你的时候，你就用特别嫌弃的眼神看着我，而且我朋友当时就在旁边。首先，我个人习惯，我不喜欢喝别人喝过的东西，我从小养成的习惯，我父母就这样教育我的。而且啊，现在疫情期间，你喝过的我不想喝，我觉得咱俩进度太快了，我不想现在到这个地步。你可以不喝，但是你可以接过去吧。是我没给你，我没给你面子，没给你够是吗？是我没给你足面子，对吧？你说你不接，你怎么给我面子？我朋友怎么看我？我问几个问题，好吧？好。女生说疫情期间不喝同一杯水，你们俩接过吻吗？没有。没有。那你们俩拥抱过吗？拥抱过。咱俩那叫拥抱吗？那叫擦肩而过，行吗？在你心里这应该不算是恋爱吧？我认为是恋爱。如果我没在乎他的话，今天我也不可能来到这儿，对吧？你喜欢这姑娘什么呀？最开始喜欢她是因为她独立有上进心吗？对啊，她现在依然独立有上进心啊。但是太过独立了，她现在是走的极端的道路啊。她没有，我听下来也没有那么独立嘛。人家跟你探讨过，只是你没有接招嘛。她放大招我接受不住。哼，所以你也不爱嘛？姑娘，你爱她什么呀？我不太懂爱情，而且我就是你喜欢她什么？你为什么跟她谈恋爱？因为她是第一个追我的人。以前没人追过你？没有。就因为追，所以才试试是吧？但是好像你并不喜欢他呀。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啊，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问一下男方啊，对面这位女士和你是什么关系啊？她是你什么人呀？今天来到这儿肯定是情侣关系。情侣关系。对。啊，问一下女方呢，站在你面前。
这算什么在一起啊？女生，你说大家一起吃饭，你要带便当，那我要是饭局上有这样的女生，我说你就别来了。人家也说了，你们不用刻意管我，你们点我也不吃。我们一桌热热闹闹吃饭，您不动筷子，那你来干嘛来了？你要晚上8点睡觉，早上5点起床。你也承认，大多数年轻人不是这样的作息，对吧？我们可以与众不同，有自己对生活习惯的要求，有自己养成认为很好的生活细节，没问题。但是，你不能要求别人和你一样，想要不同标准又在一起能够相处，只有包容。人家晚上加个班，早上5点起不来就不起了呗，你咋忍心把他叫起来呢？你要没有包容，你就别谈恋爱。你累，人家也累；你不愿意改变，人家也不愿意改变呀，对不对？人家还说呢，我又不是天天吃火锅吃烧烤，我偶尔吃一顿我开心啊。你让我不开心，我心里出了问题，比吃火锅的毒还大，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如果你学不会包容，你就别谈恋爱。还有一点，爱情是什么？我们不去定义爱情一定是哪些词，但至少有一点，爱情里是有激情的。我想给你的建议是，跟他分手之后，什么时候你遇到一个男生，你愿意为他点燃，那你就对了，爱上他了。现在你一定没有爱上他。男生你在干嘛呢？他没谈过恋爱，你没谈过呀。没有意义的恋爱，彼此煎熬的恋爱就是消耗，消耗就不是正确的关系。也许爱情里没有正确与否，但是我们至少有个衡量标准，我是不是舒服，是不是愉快。你既不舒服又不愉快，又不愿意为他调整，又接受不了他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你也赶紧离开，对彼此都是好事儿。谢谢。谢谢杨老师。这个是什么呢？我呢去超市采购，我想吧，买个泡面吧，就跑到泡面那一架子，就剩香菇面。我特讨厌吃香菇，我看着那面，我说怎么办呢？没了，不买吧怕饿死，还是买吧。买了回家我不吃，因为我真的我吃香菇我就有反应，你知道吗？我吃不了，就放那个柜子里面。每次吧打开柜子看到里面有一香菇面，我就在那边抱怨，你看怎么就有人生产出这样的面来？怎么就别的面没了，就剩了这个东西给我？哎呀，然后把柜子关上。过一天吧，我又打开柜子，我又看到它了。哎呀，真讨厌啊！这个香菇面，就我不吃它，我还买它。买回来之后我不吃，我还抱怨，有没有点像你？你不是在抱怨他，你内心的潜意识在抱怨什么？抱怨怎么没有更好的人爱上你？你觉得自己值得更好的人，怎么就没有更好的？怎么是这么一个人呢？他应该像我一样自律，他应该像我一样节制，他应该懂我。你在抱怨这个，所有老师都看出来，就你们这个恋爱几乎就没有开始，你们是一个纸面的恋爱，也就是说你们相互承认恋爱了，但是没有行恋爱之实，因为没有情感交流，没有陪伴，就什么都没有。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各自在性格上有一些缺陷，姑娘，我一定要给你指出来啊。首先第一个，你在这个台上的整个行为规范是不太好，就一个是你老抱着膀子，第二个是你跟他说话的时候跟别人说不这样，但你跟他说话时一直指着他，这个行为规范很不好。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是什么？就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之中有让别人舒服的必要，这我们所谓的情商嘛。我相信你平时人际关系里面一定出很多问题，因为你表现出来的是我在人际关系里面我只要我舒服就行了，你对别人是没有感知的，就你没有同理心，你去感知别人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人身处在人际关系之中，我们有让别人有一些舒服的必要，不是说取悦别人，但至少面上面大家能够和谐的共处，这是必要。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恋爱也是一种人际关系，那就更加有让对方能够感知到我是爱你的，我是温暖你的这样的一种必要。我觉得你以后应该考虑一下这个事情。至于你无限的取悦没有办法让你得到你想要的所有，因为无限的取悦一个不喜欢你的人，只会让他不喜欢你的那个状态更加的壮大。就这样，谢谢。谢谢陆琪老师。陆琪老师说您一味的取悦他人，
但是事实上，在这桩恋爱里头，你没有取悦他，因为你根本都没有这个动力，你只想得到自己想得到的，甚至都不愿意去花那么一点功夫，哪怕是我装一装来换得他高兴，因此可以换得一次抱抱，你都没有。真的想取悦他，想从他那里得到奖赏，你可能会说好，这个星期我就乖乖的听女朋友的话，早睡早起练书法，然后到了周末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小书法跑去找女朋友了，说看我们可以抱抱咯。 No， 这个叫你好歹用了一点心思，然而你没有，因为你连这么样的一点取悦都懒得去做。刚刚严老师说爱是激情，我觉得爱就是馋，就是一盘五花肉放在我面前，我就是馋，我看见它两眼冒光，我对它的色香味儿我都是那么样的在意，我就想把它吃了。馋是什么呢？你会想了解它，你会想感知它。当你以爱为动力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就会这么做了。而现在您却没有一丁点对他的馋，甚至他靠近你就觉得烦。但是这个人碰巧又是唯一一个对我动心的人。当女孩要求你说跟我一样保持早睡早起的习惯吧，也许不是为了逼迫你成为她这样的人，也许只是为了听你说这么自律的女孩子真的很少，她也许只是让你懂得欣赏她，因为你不懂，所以她邀请你跟我一起早睡早起吧，体会一下早睡早起带来给身体的变化。和我一起运动吧，只需要半个小时，可能就会不一样哦。你以为在让他做着跟你一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能慢慢的懂得你的好究竟在哪里，然而他都不肯做。所以你们俩不合适，也不用在彼此身上浪费时间了。至于姑娘，你不用被那一个这是我的初恋，唯一一个对我表达感情的人，不要被这句话给捆住。有很多女孩其实是因为不懂得拒绝，才不得不开始了一次错误的恋爱。为什么不懂得拒绝？因为之前没有人来追过，我没有演练过怎么拒绝人或者怎么接受人，所以一旦有一个人敲门，我就像没有经过培训的小孩一样，直接就把门拉开了。拉开了，不知道怎么送客走，其实就是你目前的为难。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要坚定的告诉自己，我很特别，我其实值得懂我的人来爱我，而不是任何一个想靠近我的人都可以。谢谢米娜老师啊，诚实的面对，我觉得这句话对你们俩来说太重要了。女生也没看上你，女生的话特别坦诚。我第一次谈恋爱，没有人追我，我觉得没有人追我是我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听到你们所有交流里面听到的最真实的一句话，因为没人追我，所以才会这样。因此一切的疑惑就全部都解开了。也许你们俩都是两个与众不同的人，他要独立，爱情作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找各种理由和各种借口来谈了一段大家都不觉得是恋爱的恋爱。你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因为你的爱情里面没有谦让，没有迁就，你的爱情里只有我。坦诚面对，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将就。米娜老师说那个嘛，请进家门来不知道怎么走嘛。今天我们帮你一起送客嘛，老师们做的不就这件事儿吗？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进入真情60秒。你觉得咱们俩还能继续吗？看你的表现。我还要怎么表现？我觉得老师说的挺对的。那你是跟老师谈恋爱还是跟我谈恋爱？我懒得理你。你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你就说不想跟你计较，或者懒得理我。那你想理谁呢？你为什么总是问我？不反思一下你自己？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通过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吧，咱们看选择吧，请开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请开门。
千万不要害怕自己单着啊，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人欣赏那个与众不同的你啊！我觉得不管是个男生还是个女生都这样吧，好好生活吧，认真恋爱啊，别再拿自己的生活开玩笑了。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要勇敢地说不。了解。